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在陪跑85花飞升23世。在上周五晚落下帷幕的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颁奖典礼中，吴越凭借《县委大院》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，但围绕于此的讨论却远远没有结束。焦点反倒不是吴越本身。一方面，本届白玉兰的关注度和讨论度较之以往高出不少，因为是两届合并，入围名单比之前多，竞争自然也激烈。另一方面，甚至更重要的是，赵丽颖的入围引发了85花粉丝们的集体关注。赵丽颖和白玉兰的渊源由来已久，具体来说，这已经是她第3次提名白玉兰最佳女主角。前2次分别是凭借2015年的《花千骨》和2018年的《知否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，这次则是凭借2022年播出的《风吹半夏》再次获得提名。从剧目就可以看到，这次和以往大不相同。在颁奖开始前，赵丽颖和人世间的女主角樱桃是本届视后呼声最高的人选。由于典礼前曾经有关于奖项双黄蛋的讨论，也有不少网友猜测这2人可能会共同获得最佳女主角的奖项。而回到互联网舆论和饭圈内部的讨论上，赵丽颖可能获奖这件事牵动着各家的心弦，诸多家的粉丝都在盘算着小99，甚至有很多人提到，如果赵丽颖本次获得视后，将会彻底改变85花的格局。85花一直是娱乐圈较为特殊的一代，他们共同从流量时代成长起来，通过国民收视爆款剧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粉丝，并拥有超越其他任何代际的超高的话题度与商业价值。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争议，直到现在，90后的周冬雨、00后的张子枫等人都已手握主流奖项，85花们却仍然在靠近主流的道路上挣扎。赵丽颖的飞升之路。赵丽颖被更多人认识的开始是新《还珠格格》里饰演的乔儿一角，紧接着是她出道以来首次担任女主角的《陆贞传奇》。该剧首播期间在 CS46 收视统计中排名同时段第1，在全年收视率统计中排名年度第3。参演过电视时代的国民爆剧是85花的特点之一。网剧时代来临后，赵丽颖的戏路同样循着85花的标准轨迹前进，接连主演了《花千骨》《楚乔传》《青云志》等几部古偶 IP 剧，其中帮助她在第22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上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的《花千骨》，已突破200亿的惊人播放量，开启了国产剧的100亿时代，还助推了慈文传媒的上市。时隔3年，赵丽颖凭借《知否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里的明兰一角，再次在第25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。同年获得提名的还有姚晨、万茜、刘备和蒋雯丽，最终由蒋雯丽摘得视后桂冠。因为家庭原因睽违荧幕2年，赵丽颖在2020年交出了有匪的复出答卷。和同年播出的唐嫣复出之作《燕云台》一样，有匪的口碑也并不尽如人意，豆瓣有将近40万人给出了5.6的评分。该剧在拍摄阶段就有不少风波，赵丽颖还发了一条配图是原著 VS 改编的微博，疑似内含剧本魔改。后续播出时，有匪的编剧列表出现了12位编剧，不知道是有匪的剧本伤了赵丽颖的心，还是她早有转型打算。总之，自有匪后，赵丽颖就再也没有播出过古装剧作品，而是接连出演了悬疑剧《谁是凶手》《幸福到万家》和《风吹半夏》3部现实题材。其中《幸福到万家》和《风吹半夏》都入围了本届白玉兰最佳中国电视剧奖，前者由《甄嬛传》导演郑晓龙、知名编剧赵东陵操刀，后者则是由傅东玉、张挺编剧，搭档是李光洁。无论是在题材上和主创配置上，
都更接近主流。如前文所说，题材的变化映射的是赵丽颖在演员道路上的一种决心。另一方面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这是赵丽颖最接近白玉兰氏后的一次。比起古装剧，主流奖项向来被认为更偏爱现实题材，风吹半夏的热度和口碑也都不错。网播方面，以18.9亿的正片有效播放位列全年第11位，首轮在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同步台网播出时，也获得了双台破1的收视。在本届白玉兰奖评选之前，豆瓣就有人试图通过历届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的名单，总结评选标准。从题材上来看，最好是大女主题材、大厂大导出品的剧，比如新力、正午作品收视网播无一短板。从颁奖词来看，准确、细腻、生动、栩栩如生、鲜活，都是出现6次以上的高频词。该帖子底下的最高赞评论是“风吹半夏”精准命中上述好几个条件。虽然最终仍然遗憾陪跑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在被主流认可的道路上，赵丽颖的确比其他85花更进一步。赵丽颖本人也在2次落选白玉兰后，分别发微博表示继续熬和继续跑，来显示自己在这条道路上坚持的决心。不过，一些看客也对这条路略有担心，毕竟在赵丽颖的待播剧列表，绕不开的还是古偶搭档零更新的《与凤航》或将在今年播出。只能说，无论如何为转型而烦恼，古偶现在仍然是85花们的后花园，只是不知这个安全地带还能为他们留存多久。85花的集体困境。曾经在剧集市场凭借国民爆剧叱咤风云的85花们，统治力正在逐年下滑。在影视行业进入大 IP 泡沫的那几年，85花们成为了大 IP 剧的宠儿，但在偶像剧里消耗时光，没能及时打开他们的向上通道，甚至一度损害了他们的演技口碑。悬疑剧《摩天大楼》刚播出时，即使 Angelababy 在其中的表演有所进步，仍然有不少网友在号召大家看剧时会特意强调 Angelababy 不影响整部剧。而85花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资本化的运作之中，从单纯的演员身份切换至工作室老板后，他们也面临更多在演员之路上精进与市场业绩考核之间的选择。在大量重复的 IP 商业剧中打转的85花们，演技很难得到历练与提高，口碑似乎也在长久没有亮眼作品出现的时段里逐渐流失。虽然伴随着电视时代成长起来的85花，每个人都手握几部代表作，也有一定的国民度，但因为粉丝基数的庞大以及大 IP 剧带来的后续影响，流量基因始终是他们很难甩掉的部分。抠图剧组养胎模式化演戏等传闻或评价，与高商业价值相伴的高额片酬，都会让一些努力打磨精品的剧集避开这类演员。现在的85花们大多还是只能在偶像剧中打转，待播剧也几乎都是大 IP、大女主的配置。除去赵丽颖的《与凤航》外，杨幂的《狐妖小红娘》和刘诗诗的《一念关山》也都将在今年播出。有网友戏称，85花们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古偶仙侠，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做出过改变。换句话讲，转型不是赵丽颖一个人的选择，而是85花全员的目标。用燕云台打响了85花产后复出的第一枪的唐嫣，最终获得了 4.4 的豆瓣评分和惨淡的收视数据。随后唐嫣接演了《繁花》，直到现在还在《繁花》剧组，这是她未来的唯一一部待播新戏，由金宇澄同名原著改编，由王家卫执导，搭档则是胡歌和马伊琍。其他85花们也都在做着差不多的选择。杨幂自2017年起就在做闯荡大荧幕的尝试，接连参演了《绣春刀宝贝儿》和《刺杀小说家》。5月官宣的新剧《哈尔滨1944》是谍战悬疑题材，
还因为番位问题发微博表示，演员的首要任务是角色塑造，名字的顺序该为角色让位。刘亦菲在去年带火大理朝的《去有风的地方》之后，如今手握一书改编剧《玫瑰故事》，已经缠斗了10多年的85花们，目前已经来到了后场战事，在比拼资源、流量和商业价值后，进入到了需要比拼国民度、口碑和主流认知度的阶段，这似乎成了件返璞归真的好事。不过，有些残酷的是，尽管现在都提倡拒绝年龄焦虑，但不得不说的是，在娱乐圈，年龄对于女明星仍然很大，至少比她们年轻的90花、95花甚至00花们，对于奖项的追求和所面临的需要转型的困境，都远没有85花来得那么明显。新一代的小花们已经逐渐走上了2条方向截然不同的道路。以3金影后周冬雨、华表奖影后张子枫为代表的90、00小花们，早已达成了85花们辛辛苦苦耕耘几年都到达不了的成就。至于鞠婧祎、虞书欣、赵露思等更偏向于往生代的95花们，则已经找到了自己在娱乐圈中的精准定位，在流量领域安稳地和粉丝作伴，挑选最合适自己的剧本。而曾经叱咤风云的85花们，如今却成为了卡在缝里的人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原本适合他们的角色会逐渐被更年轻的小花们瓜分，而偏主流剧集里的女性角色，也有青衣们坐镇中场。内忧外患之下，转型成为了他们现阶段最迫切的需求。这种需求又落地为对主流奖项的渴望。一超多强的格局虽是粉丝戏言，但背后反映的其实是85花所面临的根本性困境。经典角色留下来的滤镜，到底还能保护他们多久？主流奖项重要吗？在白玉兰名单公布的当天，有网友整理了一份白玉兰遗珠的名单，其中包括蒋欣、姚晨、梅婷等演技早已获得大众认可并有不少代表作的女明星们。本次获奖的吴越同样也是在出道的第28年才获得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主流奖项。在颁奖人员见面会上，他坦言，近些年已经很少演到大女主剧了，县委大院里的爱先知可能还不到100场戏。就业难是这些年中年女演员时常在各个场合提及的话题，不论是大青衣还是大花旦，均有岔路口的迷茫。而如今，这种迷茫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逐渐转移到85花身上。这种困境并非是接不到戏那么简单，而是接不到适合的角色。随着女演员自身生命体验的不断丰富，向上突破就会成为他们下一步的目标，而这种向上显然需要更有厚度的女性角色来支撑。不过，根据本届获奖情况猜测，白玉兰不爱大女主戏也不算合理。2016年，孙俪正是凭借《芈月传》2度在白玉兰奖上获得最佳女主角。归根结底，奖项最终花落谁家是果，而好的剧本和角色是因，由结果倒推原因本就不合适。即便是身处转型岔路口的85花们，在选择剧本时考虑更多的也是国民度、口碑的加持和戏路的拓宽，而不是无法总结的主流奖项的认可。主流奖项的评选标准及其与流量的关系，一向是被讨论和猜测的话题。也有不少网友从过往的获奖名单总结出金鹰奖更爱流量，飞天奖更爱主流，白玉兰奖更爱上海的规律。受流量影响最严重的是金鹰奖。迪丽热巴获释后的余温到现在仍然未能散尽，金鹰奖的权威性也因此掉了一档。虽然本次陪跑的樱桃拿到了金鹰视后，但当时讨论的人并不多。陈宝国也曾在第30届金鹰节开幕式上提到过，他对自己拿奖没什么信心，我感觉不太好。金鹰奖一直很年轻，我可以预测，今年肯定还是年轻人的。相比于被认为更年轻的金鹰奖，
白玉兰奖和飞天奖如今被看作是更具权威的主流奖项，而与之相对应的，当然是不算高的关注度。本届白玉兰奖超过以往的热度，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入围名单上出现了赵丽颖和朱一龙2位粉丝基数较大的演员。主流奖项需要85花们带来的讨论热度，85花也需要借助主流奖项的加持来完成华丽转身。不过，主流奖项到底有多重要？能否完全代表观众的选择？或者说，没能获得主流奖项就无法成为好演员吗？这仍然是个需要再被讨论的问题。希望深陷转型之困的85花和粉丝们也都看开一点，转型当然重要，但说到底 ，battle 实际是粉丝的事，谁能获奖是评委的事，好好打磨演技才是演员唯一需要思考的事。毕竟，谁是人民女演员，只有观众说了算。